Hello，大家，米娅的22堂线上塔罗课程现在已经全部上架完毕喽，目前有88折的优惠，马上加入，马上学习。你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经验呢？买了塔罗牌想自学，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看了很多的影片，翻了很多的书，但是那些专有名词还是搞不懂。每一次解牌呢，都不大有信心，甚至越抽越迷惘，越抽越焦虑。其实呢，你缺的不是天分，而是一套温柔又有系统的学习地图。在课堂中呢，我会一步一步的教你从零开始跟你的塔罗牌建立真正的连结哦。那整套课程呢，分成4个章节。第一章呢，会带你认识塔罗牌的起源，教你挑选专属牌卡，并且如何和塔罗牌建立心灵连结哦。第二章解读塔罗的秘密语言，我们会逐章解析78张牌的牌意，让你轻松掌握大牌、小牌跟宫廷牌的能量和讯息哦。好，第三章呢，我们进入到实战演练的部分啦。好，在这个章节呢，不管是爱情、事业还是人生课题，我们都会用实际的案例带你练习，帮你打下扎实的基础功。好，第4章呢，进入到大家最喜欢的部分了，塔罗牌结合显化法则。好，这个时候呢，塔罗牌不只是答案，更是创造丰盛人生的魔法工具。在课程的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温柔又有力量的毕业仪式。你会亲手为自己抽出灵魂礼物牌，接收来自宇宙的肯定跟祝福哦。你会发现，这不只是一门课，更是一段自己和内在力量重新连结的旅程哦。好，这门课呢，适合哪些人呢？如果你是完全没有基础，想要从零开始的学员，适合你。如果你已经具备基础，但是想要提升解读能力的占卜爱好者，也很适合你哦。如果你是想要透过塔罗牌探索自己、转化信念、吸引丰盛的人，非常适合你。如果你想要成为专业的塔罗占卜师，打造你的副业的话，这堂课也绝对可以帮助到你哦。准备好开启你的塔罗旅程了吗？希望大家可以赶快加入，让我们一起成为灵性学习的好伙伴，一起探索未知，创造你的丰盛人生。Hello，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看一下你们的第一张牌哦 ，Equanimity。好，这张牌是一个处于低潮或是困境的时候的一个冷静跟平静哦。好，很可能。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现在有一点就是身上觉得压力比较大，或者是说你觉得有很多事情你好像是在硬撑着，比如说在工作、在感情、在人际关系中，你遇到了一些不顺利的状况，很多的时候你其实已经付出了很多，但是你还是会去怎么说呢？抱怨，或是会去想说，为什么事情没有往我自己希望的方向走，为什么别人好像比我更加的顺利，更加的轻松？有的时候你可能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选错了什么，还是我的运气真的很不好？有的时候就很像是，做一个选择，它很像是开盲盒一样，你打开之前完全不知道这里面装的是什么。然后这一张牌啊，我觉得它有一点。宇宙想要给你们的一个礼物就是平静。牌面上有一尊佛像，静静地站在云雾之中，前方呢是一盏金色的烛光正在燃烧。我觉得这张牌有点像此刻的大家哦。也许你觉得你四周都是混乱，都是迷雾，好像看不清楚前方的路。但是大家知道吗？属于你的那盏光从来都没有熄灭，它只是需要你静下来，再一次去看见这盏光的一个存在哦。好，宇宙想要告诉你说，你经历的低潮这些状况，并不是因为你不够好，而是你可以先停下来，在人生的一些阶段要先停下来，学会守住自己，安稳住自己，不需要急着跟别人的成就去比较，不需要再强求立刻要有答案。你会发现，你会慢慢的发现，那些困扰着你很久很久的事情，其实
慢慢的它会迎来转变，你会迎来转机，有可能是有人突然伸出援手，或是停滞很久的事情开始有了进展，又或者是你自己突然灵光一闪，找到了新的方向。这张牌是一个礼物哦，我觉得他在提醒第一组的朋友，你们真的不需要急着去证明什么，也不需要急着跟别人比较。当你愿意每一天留一点时间给自己，给自己这种安静的时间，呼吸，回到你的心里面，你的焦虑会慢慢的减少，混乱会慢慢的消散，而希望呢，也会在这样子的静心时刻中浮现出来。在五维的灵魂的层次，这张牌是一个我觉得很大很大的祝福。低潮困境它不是来终结你，它只是一个过程哦。真正的你本来就有无限的力量，灵魂正在透过这段低潮教你如何保持平稳，如何在混乱中也可以看见光芒。当你跨越这一步，其实未来的你会更加的坚强，更加的懂得珍惜光明，也更能够带给别人力量。就像你走在暴风雨，你会被打湿，你会看不清楚方向，可是最后太阳一定会再出来。只要你愿意度过，你就会发现这段低潮它其实可以帮助你长成更强大的自己。好，你已经快要走出来了，你们抽到这张牌代表说你已经快要走出来了，然后宇宙想要告诉你说，光其实一直都在，这个主光其实一直都在，只是等你慢慢的去看见。再来看一下第二张牌，从分离到合一哦。第一张牌啊，说的是低潮跟停滞。那第二张牌，我觉得它告诉你说，转机正在走向你。可能你过去有一种你觉得很孤单、很分离，你觉得没有人真正懂你，或者说你在人际关系、在感情中总感觉到一种疏离感，又或者你觉得你在追求某一个目标，可是好像只有你一个人在意这件事情，只有你一个人在单打独斗，只有你一个人在奋斗。所以这张牌从分离到合一，它有点像是要验证你的一个心境。可能有些朋友你觉得自己好像身处在一个黑暗的森林当中，四周都很沉默，听不到声音，你必须一个人背负着很沉重的行囊慢慢的走。但这张牌想要告诉你说，你们并不是真的孤单的，因为你们正在走向连接，走向一个更大更有力量的合一的状态。那在现实层面中，这张牌出现代表说，你们会迎来人际跟合作上的转机哦。你会遇到一个人，他让你不再需要单打独斗，或是有一个合作的机会即将到来，他会帮助你去完成你一个人没有办法完成的事情，或者是曾经有某一个隔阂的关系，现在正在慢慢的和解。宇宙要把你们推向一个新的连接，这个连接中不是大家一个人在硬撑，而是有人陪你们一起走。这张牌也想提醒大家，其实孤单它是一种幻象。当你觉得自己什么都要靠自己的时候，你可能忘记了宇宙给你的一些支持。有些人的支持是来自于人他的亲人，有些人的支持是来自于环境，有些人的支持可能是来自于一些团体。那更多的，我觉得很多的你们的支持是来自于你心中那一份永恒不变的力量。当你开始愿意相信你不是孤单的，你就会吸引到更多的资源、帮助还有爱靠近你。
在五维的层次，在灵魂的角度，这张牌是一个祝福哦。你的人生绝对不是要你一个人孤单的走完，而是要你在个体跟整体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哦。大家你们会渐渐的体会到，其实分离它只是一个暂时的幻觉，因为你灵魂的本质永远都跟宇宙合一。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其实你即便你在低潮，大家也从来没有被遗弃，因为你一直跟宇宙的源头连接，你一直都跟爱合一。现在你们正在逐渐的走出孤立，重新回到合一的光中。大家可以想象，很像是一条小溪啊。当小溪从大河中分离出来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好渺小、好孤单。但是只要它继续的流动，它终究会再次回到海洋，它再次的跟所有的水流汇集在一起。这就是你们现在的状态哦。你以为你自己是孤单的，但其实你正在流向一个合一。很快的，你就会重新感受到支持跟爱的力量。你会迎来新的支持跟新的连接。好，这个是非常非常深的讯息哦。再来看一下，下一张牌是选择。在牌面上，我们看到一条金色的道路蜿蜒向前，远方呢有光洒落下来，天空还有彩虹，还有云海。这张牌在讲什么？这张牌的讯息很关键哦，在提醒大家说，你们的人生正要走到一个新的转折点。前两张牌啊，有告诉我们说，其实你可能经历了很低潮的时间，也真的感觉到很孤单，但是宇宙正在帮你走出来，带来新的支持哦。好消息已经准备好了，但是接下来的关键在于大家如何做选择。接下来会有一个新的机会出现在你的生命中，它可能是一个新的工作机会、新的关系，或是一条全新的道路，又或者是和某一个人之间有了新的连接的沟通的管道，或者是事情有了一个新的发展。宇宙提醒你说，选择权在大家的手上。当你愿意相信自己，勇敢跨出去的时候，这个选择你心里所想的这个选择会带你走向更光明的未来。所以这张牌其实在提醒大家不要被恐惧困住。很多时候其实你自己知道自己应该要怎么选，但是你会害怕失败，害怕失去，结果就停留在原地不敢行动。这张牌其实就是要给大家力量哦，其实你们已经准备好了，只差一个决定而已。所以它是一个很深很深的祝福。宇宙为什么要让你经历这件事情？灵魂为什么要安排这段低潮给你？它不是为了要惩罚你，而是要让你成长到能够主动的去选择自己的人生。因为当你学会了选择，你就成为了你人生命运真正的创造者，不是被动的被安排，被动的接受。所以它很像是你走到一个岔路口，一边呢是熟悉的道路，一边是旧路，另外一边是未知但是却好像闪闪发亮的新的路途。宇宙会给你提示，但是最后呢，踏出脚步的那个人是你，做出选择的那个人是你。现在呢，请大家选择爱，选择光，选择那一条会让你觉得心里充满希望的道路。当你已经准备好了，当你勇敢做出选择，好消息就会化成现实，带领你走向新的未来。好，再来看一下下一张牌。哇，光的地球来到了，很棒的一张牌哦。我们看到巨大的这个光球悬浮着，周围有好多人一起靠近它，仰望它。这张牌非常的有力量，它带来的讯息是：大家你们并不孤单，你正在迎来集体的支持哦。对，你过去会觉得没有人懂你，没有人能够替你分担压力，可能你觉得没有人关心你，没有人真正的在意你，或是有很多东西是表面的，是虚假的。但这张牌还是要告诉你，
你不是孤军奋战的，无论是有相同经历、相同遭遇的人，还是家人、朋友，还是你的宠物、你的伴侣，或是一个能够让你感到心灵慰藉的一个生命，或是新的灵魂伙伴，他们会靠近你，再一次的靠近你，给你陪伴，给你力量。这个是宇宙要送给大家的好消息哦。在现实层面中，你们可能会得到更多人的帮助。比如在工作上，有人给你释出关键的机会讯息，或是有人愿意伸手拉你一把，或是生活当中会出现新的友谊、新的团体，也可能是大家你找到一群和你志同道合的人，有共同的兴趣、经历，或是说，你们都有一些共同的连接点，让你感觉到原来你真的不孤单哦。所以这张牌要提醒大家，不要再把自己困住在一个我一定要一个人撑的这个模式哦。你真的不需要什么都靠自己完成，你学会伸出手去接受帮助，也学会去分享你一路走来所学得的知识，怎么走过这个困境，你的这些心路历程，好，这一些你会发现，当你愿意打开心的时候，其实支持它是在的，其实解决的方法它是在的。在灵魂的层次，这张牌代表灵魂集体的觉醒，它代表说，第一组的朋友，你的灵魂正在准备跟更多同频的灵魂连接。未来的你并不是独自的走在这条道路上，而是和一群同样在寻找光的人一起走向更高的未来。也就是这张牌为什么叫光之地球，因为第一组的朋友，你们要进入一个更大的共同体，感受到爱，感受到连接。好，这很像是夜空中的星星哦，虽然单颗一颗星星也会发光，但是当无数颗星星聚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就能够照亮整片的夜空哦。大家就是其中一颗闪闪发亮的星星。现在大家正在被带入到一个更大的星群当中，未来会有更多人一起陪你走向希望。好，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这张牌是马鞭草哦。好，为什么会出现这张牌呢？我连接到的讯息是，有些朋友你最近常常觉得心情是很沉重的，或是有一些情绪，有一些过去的伤口，久久没有办法愈合，偶尔还是会被触动，或是想起，或是其实你心里一直都在，就是你心里一直都知道有一个刺好像拔掉了又会长出来。有一件事情一直困扰着你，真的好久了，所以出现了这张牌。好，这张牌有什么讯息哦？牌面上我们看到洁白的鸽子，然后周围有环绕着一些蓝色的枝叶，还有鱼哦。好，背景呢是一个黑色，就是夜晚深邃的颜色。这张牌在说什么？其实你身边有一些混乱，有一些阴影，但是属于大家的纯白、跟平静、跟纯粹始终都存在。你们渐渐的要走出某一个困境了。马鞭草想要告诉大家，那个让你难过的关系、痛苦的经历，它会慢慢的淡去，它不会再像以前一样纠缠着你。在心理的层次，这张牌代表一个深层的释放。可能你一直都在压抑，你一直都在告诉自己要坚强，可是其实你的内心深处依然在疼，依然在难过，依然在流血。这张牌想要告诉大家，当你允许自己流泪，允许自己示弱，真正的痊愈就会开始。马鞭草它是一种清理的能量，你的灵魂知道你已经准备好放下那些不再属于你的负担，你们真的不需要再背着这么重的东西前进，因为你们的未来是需要大家轻盈的展翅高飞哦。就像大家整理房间一样，我们真的需要丢掉一些不需要的杂物，这样子空间会变得宽敞跟明亮。同样的，你内心的心也是，该清理的清理，该放下的执着，真的都可以放下了。你不需要再背着过去往前走，放下就是新的开始。好，我们来看到玫瑰哦，这张牌是
充满爱跟希望的牌哦。有一株玫瑰啊，它在黑色的背景中盛开哦，周围有金色的光芒，还有一颗一颗星球般的这个圆珠哦。这张牌在提醒我们啊，即使在黑暗里，你的生命也能开出最耀眼的花。大家你们会遇见新的美好，可能是一段温暖的人际关系，新的合作机会，还有觉得很有可能的是爱情的消息哦。玫瑰呢，代表的是绽放，也就是说，大家会接触到、得到一些值得你去珍惜的人跟事，值得你去连结的人跟事会进入到你的生命中。同时，玫瑰这张牌也再一次提醒大家，你们绝对是值得被爱的。也许你过去曾经怀疑自己，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够好，但是玫瑰想要告诉你说，真正的美丽来自于你的真实。当你接纳自己的时候，你就会自然的吸引爱跟丰盛。好，那在灵魂的层次啊，玫瑰象征着灵魂的绽放。人生不是真的只有生存，然后奋斗，更多的是要活得有爱、有美感。宇宙正把一份礼物送到你们身边呢，你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勇敢的打开心去接受。漫长的冬天它要过了，现在春天要来了，你要开始绽放了。玫瑰就是你灵魂的春天，我觉得你们已经准备好迎接爱跟美好了。还有，其实你们可能忘记了自己是有多么美丽跟美好。可能有些人在日复一日的照顾家人，或者是忙于处理工作的事情、考试等等的，就是在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你忘记你自己，你是一个多么美好、美丽而珍贵的一个形象哦。甚至有些朋友觉得你可能就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怎么说，没有精力在好好的照顾跟维护自己的一个外在，或者说你看起来很疲惫，但其实玫瑰这张牌有一种好像重新的找回你的美好，你们本身就是很美丽的，其实你应该记得自己那个很漂亮，很好看，或者说最棒的那个姿态跟样子哦，现在要再一次的找回来跟绽放。就是我觉得你们会回到一个你自己很满意自己的状态，你自己很爱自己的一个状态，看着自己就想说啊，我是可以这么的美好，这么的美丽，这么的细致。好，你们绝对是值得被爱的。那这两张牌啊，首先是你们会放下困扰很久的一个东西啊，纠结的人际关系啊，或者是一些长期的压力，有人会跟你一起分担，或是有些朋友自己就突然想通了，有些事情他已经不再紧紧的抓住你的心了。你们的灵魂其实已经准备好要放下这个重担，你们会开始可能愿意哭，愿意把心里的委屈说出来，因为马鞭草就是要帮助大家去清理不属于你的一些负担嘛。你们可以更自由的飞翔，更自由的走下去。然后玫瑰让你觉得很温暖，好，有人会让你重新感觉到你是被珍惜的，你是被呵护的。真正的美会自然而然的流入到你们的生命中，你会开始喜欢现在的你自己。你们的灵魂来到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要去看的，要去体验的。我觉得你们会用一双美好的眼睛，包含你自己美好的姿态去绽放在这个世界中。很多人看到你都会惊讶跟惊叹。其实不管经过多少的风雨，我觉得你们的心中仍渴望着爱，而过去那些压着你喘不过气的东西啊，要放下了。放下之后呢，你们会绽放，你们会就是把一些很像枯萎的东西都清理干净，然后很自信，很喜欢现在的样子，进而又吸引到更多更多的美好。好，
接下来再看一下下面的牌哦。这张牌呢是注意。好，画面上有一个男生低头滑手机，女生在他旁边看着他，然后表情里面有一点点无奈，有一点点失落。其实这张牌有点代表说，在关系中啊，有一方可能是心不在焉的，明明你们在同一个空间，但是心却不在一起。你可能希望对方看见你、关心你，但是他好像被其他的事情分散了注意力，可能是工作，可能是生活压力，或是朋友的讯息，或是说他有兴趣的事情，他的焦点在其他的事情上。好，大家其实渴望被看见，渴望你爱的人，你这个在意的人，他也可以把重心放在你身上，而不是在身边，但没有真正的投入。因为这个会让你有一种孤单感，好像两个人明明好坐在一起，肩并着肩坐着，但是中间却隔着一堵透明的墙。那这张牌出现，它告诉大家什么？其实不代表说一切就是要有一个很冷漠的终点，而是有一个契机哦。爱它是需要注意力，这种注意力是可以重新被唤起来的。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这个你过去你觉得缺乏注意力，大家你觉得就是他为什么我今天打扮的这么好看，或者我用心准备了什么东西，结果他的注意力都不在我身上，没有在意我。现在这一切都不同了，因为我们经历过嘛，边草跟玫瑰嘛。好，我觉得大家有机会把心里的感受温柔的表达出来，你们的相处有机会重新调整，他会知道什么让你受伤，什么是你需要的，你会发现可能有一段关系它并没有断裂，它只是在等待一个被看见跟被理解的时刻。再加上有些朋友，如果你现在没有在特定的一段关系中，你本身的这个绽放啊、自信啊跟美丽，你会吸引到很多很多的注意力。如果你觉得过去好像是没有人特别去关照你，或是有一段时间你觉得自己好像丧失了那个别人的关注、别人的眼球，现在这一切都会重新的好像回到你身上。好，下面这张牌哦，坠入爱河，这张牌的场景好美好幸福哦，彩虹高挂在天空下，有一对恋人手牵手奔跑，然后他的笑容非常的纯真甜蜜跟幸福哦。那中间有一只青蛙哦，青蛙好像在提醒我们童话故事里面的浪漫，即使是青蛙也会变成王子啊。这张牌带来的讯息就是，即使你觉得在关系中有冷淡、有忽略，但是很快，大家你们会再次感受到心动，不论它是来自于一个旧人或是一个新人，你们都会好像重新燃起爱的火花，有可能是不经意的眼神的交流，让你觉得说我的心被击中了，我的心跳加速，或者是说你跟你的伴侣之间突然找回了一个久违的默契，很像久旱逢甘霖一样。那过去你觉得很就是风暴的一个领域或是一个环境、一个关系哦，这些乌云要散去了，取而代之的就是一道美丽的彩虹。爱情会在这样子特别的时刻再次展现它的美。就是说，我觉得你们的心会重新的被点亮、被滋润，你会再一次的感受到你是被爱、被珍惜、被重视的，甚至是一种久违的浪漫。好，下一张牌是平衡哦。我们看到有一个女孩，她头顶上有一只天平哦。那天平的一端是小猫咪，另外一端是玫瑰花朵。好，那花朵它是爱跟美，另外一边是这个小猫咪哦。这张牌其实讲的有一点像是平衡哦。有的时候你觉得对方很冷淡，就更努力的去做一些什么。有的时候好像是你对这段关系就是在心里默默的失望，或是对于这件事情这个领域你觉得没有希望了，对方在画大饼，你就默默的退出，维持最低限度的互动，或是说我就只付出60%的心力在这上面，因为我也得不到什么回报，这里的人事物不值得我去用心。
好，这张牌想要告诉大家哦，你们接下来会找到一个平衡点哦，不论是在爱情的关系，或是在其他方面也是。不是靠单方面的付出，也不是靠无止境的讨好，而是找到一个让你舒服的平衡点。比如说在关系中能够好好爱对方，也能够好好爱自己，照顾到对方的需求，但首先要先去聆听自己的感受。那好消息在这张牌是想要告诉大家，其实你们不会再陷入某一种失衡的焦虑，大家会慢慢的进入到一种稳定的状态。比如说某段关系对方开始有回应，关系会变得更加的平等，或者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大家会学会如何在爱情，在跟其他人连接中去保持一种自信跟自在。也就是说，接下来你连接到的一个能量，它并不是消耗，而是能够滋养彼此。所以这三张牌连在一起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疗愈的旅程。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自己是有一点被忽略，有一点孤单，接着爱情会重新的燃起，让你再一次的心动，最后你会在感情中找到一个真正的平衡。也就是说，现在的不安它只是一个过程，它不是结局哦。那你会找到自己的一个平衡点，当你找到这个平衡点之后，其实就会在心理的层面，在心理的层次觉得更加的踏实。我们来看最后一张牌是 Change 改变哦。好，画面中的女子她安静的闭上眼睛，嘴角带着很和平的微笑，她的头发随着能量流动，自在的、自由的散开。双手比成一个爱心的模样，然后是一个花圈哦，整颗心是被鲜花环绕着。这张牌作为结尾，它充满了释放、圆满跟新生的画面。大家你们已经进入好灵魂的下一个阶段了。你们经历了灵魂给你的课题，你们蜕变了，你们成长了，你们学会了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跟爱。那从灵性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改变它代表的是一种灵魂的校准，它是一股高频的能量，它正在调整你，把你带离那些不再适合的频率，推向跟灵魂契合的道路你可能会觉得说，在这个改变的过程中有一些人他其实慢慢的离开，但不要害怕，这个是宇宙在帮你清理空间，因为它要让真正属于你的幸福能够进来。那有一些关系它其实不是很容易断的，但是你可能会发现你跟他的接触频率减少了，或者说即使在接触的时候，那个不舒服的能量也不再会这么的影响你的心情，因为你们正在进入一个更高的灵魂周期，你会开始吸引那些跟你灵魂契合的人跟机会，你会开始感受到内心的平静，而不是被外界的杂音跟讯息推着走。而且大家你们绝对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的直觉越来越清晰，大家跟宇宙的连结会越来越强。在更深的灵魂层次我觉得最后一张牌改变出现在这边，它更像是一份灵魂的邀请，它邀请你信任宇宙的流动，相信你自己不是孤单一个人的，你的指导灵、你的高我，甚至宇宙本身其实一直都在守护着你，带领你走向属于你自己的方向。就很像是四季一样，没有一个季节会永远的停留。好，冬天的结束是春天的开始，改变是一个很自然的律动，大家不需要去抗拒，因为它是灵魂送你的礼物。改变不代表失去，而是一个宇宙的邀请跟召唤。也就是说，我觉得第一组的朋友，你们的灵魂已经翻新了、翻页了，展开新的篇章。这个篇章绝对比你想的更加的自由，更加的美好。好，恭喜选到第一组的朋友那最后也提醒大家，米娅的22堂塔罗课程已经完全上架完毕了。如果大家对于灵性学习、塔罗占卜或是显化法则有兴趣的朋友，都欢迎一起加入，我们可以在这条道路上一起学习，一起陪伴。然后最后米娅也祝福大家，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那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帮第二组的朋友看一下，你们好多的幸运是什么好，你们的第一张牌
grace gratitude。好，恩典跟感恩哦，这张牌的图像啊，非常非常的柔美哦。有一个很漂亮的女生，她静静的闭着双眼，表情呢带着微笑。她很像在沉浸到一种和平跟宁静之中，周围啊还有金色的这个光波跟水波。好，那这张牌给人一种很温暖跟神圣的感觉哦。它本身的存在其实就表现出恩典的一个状态，就是它不需要去争取，不需要去比较，只需要安然的呼吸，幸运跟祝福就会自然而然的流向它哦。好，这张牌有2种能量，第一个是恩典，是宇宙给你的礼物，那些你没有计划好却突然到来的幸运跟美好。第二个是感恩，这个心态是把焦点放在你已经拥有的祝福，而不是缺乏的部分。所以这张牌给大家的讯息就是，其实你们真正的幸运来自于心态的转变。当你选择去欣赏生活当中细微的美好的时候，更多的礼物就会自然而然的展现。好，那这张牌啊，告诉大家说，其实幸运啊会怎么来，来自于转换角度。可能你觉得你在某件事情上已经付出了很多，但是目前还没有看到成果。但这张牌提醒你说，与其执着于不满或是很怨恨的部分，不如先感谢那一些可以给你学习或是磨练的机会，因为这个心境会让你打开新的契机，你的价值会被看见，甚至带来一些升迁跟合作的可能哦。当你少一点抱怨的时候，就会多一点被看见。那有些朋友啊，你可能现在身体有一些健康上的困扰，这张牌的幸运在于你会透过调整生活方式来改善一些状况，或者说当你感恩你自己的身体仍在努力的运作，带着善意去滋养去养护你的身体，你会发现恢复力会比预期来得更快。有的时候即使只是调整饮食或是养成睡眠习惯，也有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改善。那有些朋友在感情中，你可能觉得你是被忽视了，这张牌啊，可能要你先去欣赏你的伴侣或是家人的一些微小的努力。当你用感恩代替抱怨的话，对方会更愿意靠近你，那你的关系也会变得更加的温暖。那这张牌的幸运在于可能会有一个和解的机会，可能会有一种很真心的互相的这种交谈哦。当你选择感恩的时候，现实生活中就会开始松动，让你看到一些新的转机。好，在能量跟信念的世界里，这张牌更代表一种频率的调整。频率的调整是什么？就是你心中所专注的就会被你吸引而来。如果你常常生气、不满、抱怨，生活可能会回应你更多抱怨的事情。但是如果大家心怀感恩，宇宙就会给你更多值得感恩的理由。幸运啊，它并不是凭空掉下来的，而是因为你把你自己的心境提升到我是值得接受祝福的状态。也就是说，这张牌的幸运在于你选择专注于你拥有的，而不是缺少的。你会发现其实生活已经比想象中的更加的丰盛。也就是说，在能量层次第二组的朋友，你们会迎来一场磁场的改变。当你选择相信已经足够了，宇宙就会回应你更多更多。所以这张牌的这个我觉得要传达的讯息，它很简单很深刻，先感恩，成功才会来，而不是等到成功来了再感恩。好，那在五维的世界啊，你知道这张牌象征的是更高的幸运。为什么呢？因为第二组的大家，你正在跟宇宙的爱跟丰盛对齐哦。在五维的视角里，生命当中每一件事情啊，无论好坏，它都是恩典。失去是一种恩典，因为它让你更清楚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等待也是一种恩典，因为它让你有时间准备自己。困境也是一种恩典，因为它推动你走向新的境界。感恩啊，是一种最接近神性的祈祷，它让你们的灵魂不再停留只是可能觉得一个小我的抱怨跟不满，而是你们会进入到信任的流动。当你信任生命，接受每一个片刻的安排，你就会发现那一些看似失去看似没有，其实它是
另一种礼物的到来，这个是灵魂层面的层级的一个幸运哦。大家不会再感到害怕，你们会感受到被支持、被拥抱。好，所以我看见你们的内心啊会被感恩填满，幸运也会更靠近，它会成为一波一波的祝福流进第二组的生命当中哦。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牌。好 ，creation 创造。好，这一张牌，第二张牌象征着主动出手，第二组的朋友要主动出手，还要孕育一些新的事物了。那前面呢是心境上的转换，接下来是行动上的开展。怎么说呢？宇宙已经把种子放在第二组朋友你们的心中了，现在你需要的是亲手把它塑造成型，因为幸运并不是白白的空，就是好像漫无目的的一直在等待空等，而是你勇敢的去创造。那你们的行动本身会带来改变。好，这张牌要告诉大家，幸运会透过你亲手打造的新事物降临。比如说你在适合的时机提出一个新的想法，或者是说你实际动手去做，打造出什么样子的一个东西。有人可能会因为你的创意记住你，你的主动会成为未来幸运的伏笔，主动的去敲门，主动的去询问，主动的去寻找资讯，主动的去投递履历，或是迎接一些挑战，或是创新，或是你参与什么样的事情，实际的产出完成，把它就是你实际用手用头脑去计划去执行哦。那另外这张牌也提醒大家，你们会有健康的幸运，它来自于自我创造的习惯。这个健康的幸运呢，是你们现在可以就创造的一些，比如说新的饮食方式、新的运动习惯，哪怕只是每天10分钟的运动跟伸展，它也会逐渐的带来奇迹。好，那如果你觉得你生活当中有很多一成不变，或者有很多无趣的部分的话，这张牌提醒大家，你们可以主动的去创造一些新的氛围，比如说准备特别的晚餐，或是规划小旅行，或是给对方一些不同于日常的一个赞美、夸奖。好，这种情话，这些都可以让你的爱情或是家庭氛围焕然一新哦。因为幸运会透过第二组的朋友，你们自己主动加进去的一些小变化而展现。好，那在能量跟信念的层次creation 它也是一个显化的力量。宇宙呢会透过你的意图来塑造现实哦。当你只是想，你不行动，能量就会停滞。可是当你开始动手，这个能量就流动起来。所以这张牌告诉大家，幸运会透过能量的流动被放大。当你勇敢的去踏出第一步，宇宙就会替你打开后续的门。当你开始实践梦想，不再只是空想的话，你就会遇到贵人资源，甚至是一些意外的灵感，帮助你把事情做得更好更大。也就是说，你的行动本身就是吸引力。当你在创造的时候，你等于说你们就在和宇宙说，我已经准备好了，请把更多的机会送来给我。好，在五维的层次我觉得这张牌它是一个你跟宇宙的共创，不是我只是在做事情，我只是在交付完成一个被交付的任务，而是大家你们正在跟宇宙一起合作。你们的灵魂来到这个世界本身就是第一次的创造，而你所经历的每一段旅程，每次选择都是灵魂蓝图的一部分。Creation 这张牌能量提醒大家，当你愿意创造，你就是在履行你灵魂的使命，而且你们并不是孤单的创造，而是你是跟宇宙共同创造。即使你们失败了，也是灵魂在雕塑你的一部分，即使延迟了，也是宇宙在等待更好的时机。也就是说，真正的创造它并不是一个好像凭空去捏造的，而是宇宙把已经准备好的能量透过你的手显化出来。好，这组的朋友当你愿意在生活当中去主动的去添加一些好的习惯，或是一些新鲜感，或是想法，或是改变现状的时候，爱就会流动的更多。当你愿意创造，你会发现你自己不是孤单的，宇宙会一路陪伴你哦。好，很棒很棒。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哦。
这张牌是 Redemption 救赎哦。这张牌的画面有非常一种庄严感哦，还有一种光明感。好，中间呢有一道光哦，照亮这个黑暗。这张牌在讲什么呢？救赎不是别人给你的，是你愿意原谅自己，选择再度出发的那一刻。这张牌主要核心的能量是要传递给大家，有关于修复，有关于释放，有关于重生哦。有的时候生命啊，它有一些排列的一个顺序嘛。好，你可能觉得你在这个生命经历的这些事情的顺序上，你觉得你经历了很多的伤痛，或是错误，或是说很多的不顺遂，或是不开心的部分，但是这些都不是终点，而是给你机会去学习、跨越跟成长。你们会得到救赎，救赎不是单纯的等待奇迹，而是你愿意诚实的面对自己，承认过往，接受它，然后你会带着新的智慧重新开始。所以这张牌带来的幸运就是我看见你们会选择放下旧有的枷锁，而宇宙会替你开一条新路哦。这张牌也代表了实际的翻身的机会，比如说在职场啊，你可能在工作中失误，或是说长期被困在一个不适合你的职位中，觉得自己被低估了。这张牌的出现绝对会让大家迎来新的转机，它可能是一次补救的机会，一个新的专案，或是能够帮你扭转形象的场合，或者是一个新的这个好的这个职缺，或是转换的一个管道单位在跟你交手。只要大家勇敢，幸运就会帮你打开一扇门哦。那有些朋友啊，这张牌在我觉得健康层面代表说你的身体的恢复力其实正在运作。有些朋友你过去可能因为长期的熬夜，或是饮食不佳，或是没有好好的照顾身体，造成了有一些疼痛，但是现在这个状况开始调整，你的身体也会以惊人的速度回应你。这张牌就是想告诉你，永远不嫌晚，从现在开始建立好习惯，永远都不嫌晚。好，那如果有人在关系中和重要的人有过冲突，有过矛盾，甚至是长期以来未解的一个难题哦，这张牌真的是一个和解的契机。也许对方会放下成见，也许对方会吐露他的一个心声，或是你们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方式去沟通哦。过去的裂痕并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弥补的，只要双方有诚意，其实这个伤口是有修复的机会，困住你的局面会迎来反转。好，那另外这张牌也象征着负面能量的一个释放。为什么会出现在这边呢？我觉得很多的第二组朋友，你们被困在内疚、自责或是后悔的能量里，结果没有办法往前走，就是有很多的内耗。但是这张牌要大家知道，其实能量上的救赎就来自于你自己停止惩罚自己。当你选择原谅你自己之后，宇宙的能量才有空间流进来。所以幸运在这边呢，展现到，我觉得你们会突然觉得好轻松哦，好像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被移走了。你可能遇到一个人，一句话，他帮你看见新的角度，然后你就会觉得很释怀。我长期以来困扰的问题，或是觉得不理解的，从这个影片这句话中，我终于理解了为什么，我放下了，我不再纠结于过去了。然后未来的新的能量，它会快速的流入，带来更多的机会给你。大家知道救赎并不是说消灭过去、删除过去，而是转化过去发生的事情。而到了在五维的层次这张牌蕴含了很高的灵性智慧，灵魂的成长来自于你曾经经历灵魂暗夜跟阴影，但是你在其中找到了光芒。你的灵魂选择了某些课题，你必须要经历这些痛苦跟错误，因为我有这样，你才会好像真正的去理解什么是慈悲，什么是饶恕，什么是爱。这张牌告诉大家，你们绝对没有被惩罚当你接受并且去理解过往的挑战，你会觉得这一切是有意义的。你会发现原来过去所有的经历都在为今天的你做准备。很多的朋友，你们会有重新表现的机会，有人会给你比如说第二次尝试的机会，你们也会找到恢复的一些方法，身体上改善恢复的方法，让你重新获得力量。
我觉得这张牌带来了反转跟重生，你的困境困扰你很久的事情会迎来一个解套，破碎的东西破碎的事情有机会重新的修复，你们会释放所有的后悔跟内疚，迎来更加轻盈跟自由的自己。好，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哦。Disciple， 好，这张牌呢是信徒、学徒、门徒的意思哦。我们来看一下哦。有一个人啊，他正在向这个智慧之光学习。好，那中间是一棵树，它象征着扎根跟稳定，然后它也有那种引导前行的力量。所以我觉得这组朋友啊，你们可能正在处于一个学习跟培养的阶段，这个学习跟培养会成为你幸运的一个起点。这张牌的能量是想要告诉大家，谦卑、学习跟准备，真正的力量来自于你的学习跟积累，它并不是一触可及的。所以学徒的角色它虽然低调，但是它蕴含着巨大的潜力，因为一切的大师一切的这种有名的人物，他们也曾经是学徒，曾经在学习。当大家愿意谦虚的去学习，你会遇到导师贵人，并且未来的收获会比现在更大。很多时候你可能觉得我只是在旁边观看，我只是一个候选者跟被选者的角色，可是在观看跟观察的同时，其实你已经了解整个流程是怎么运作的。下一次你自己实施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什么都不知道，或者是没有概念。这张牌象征着一个准备期哦。如果你觉得我现在还没有被重用，这张牌告诉你不要急躁，因为你可能会透过一些师徒的关系或是一些新技能去学得你需要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你会遇见愿意提醒你的贵人，有机会去参与一个能够磨练自己的一个项目或者是一个案子。这些东西啊，就是幸运的起点，幸运的开始。那在健康上，我觉得这张牌代表你们会需要学习一些正确的方法来照顾自己的身体。比如说呢，你的幸运会透过你自己主动的去了解，去请教专业，找到一个最适合的方式来疗愈自己。那幸运也会随之来临哦。它可能是一个医师的建议，或是一些生活习惯的调整跟学习，都会让你的状况大幅的改善。好，那在我觉得人际关系啊，跟你的伴侣啊，这张牌则是显示出一种彼此学习的重要性。你或者说你身边的人，他们都不是完美的，但是可以从彼此身上学习如何去支持跟包容不完美的彼此。你们的幸运啊，会透过学习如何相处而展现出来，让误会化解，让关系变得更深哦。好，当大家可以放下这种我想要赶快成功的心态，愿意用学徒的心态去走每一步，你们其实就会得到宝贵的支持哦。那这张牌啊，也象征着谦卑的力量。这是在说什么呢？有些人他可能想要很快速的成功，他忽略了基础，会让整个能量场不稳，然后他可能会获得短暂的成功，可是又很快的失去，或是从而适应了混乱的状态。这张牌想要提醒大家，你们的幸运来自于稳扎稳打。当你愿意放下骄傲，愿意承认自己真的还需要学习，你的能量场会变得更加的柔软，你也会吸引到更多愿意帮助你的人。比如说一位导师、教练或是灵性的老师，他会给你重要的指引。你们也会明白，其实我不需要跟别人比较，而是专注在自己的成长的步伐。你学习到的每一个知识都会成为未来的基石哦。谦逊的学习本身就是一种磁场，它会让宇宙把对的人、对的资源都带到你的身边。好，在五维的层次啊，如果大家进入到五维的层次，我觉得这张牌更代表了灵魂的修行。你的灵魂来到人世间，本身就是一场学习哦。每一段关系，每一次挑战都是一个课程。那这张牌也提醒大家，幸运就来自于我把人生视为是一所学校，每一件事情我都在学习，我承认我自己仍然在学习。你这样子的话，你可以用一个更开放的心态来面对这一切。
你们会受到灵魂导师或是灵性的启发，让你走向更高的境界。有些朋友你可能会在冥想中得到答案，或是一本书的一个片段触动了你，让你觉得我突然明白了某一个宇宙的珍贵的真理或是哲理。这也是一种深层的祝福，因为你们并不是只是一天一天的在过生活，你们将会带着觉知开始学习，开始成长。所以呢这种朋友，我觉得很多的时候，保持一个谦逊的心是很重要的。有些朋友你可能还在幼苗的时期，幼苗是很脆弱的，但是如果有光、水分跟土壤，它也能够长成参天大树。也就是说，现在虽然很小，还是起点，但是未来有无限的可能哦。这张牌绝对是一个祝福哦。当你愿意谦卑的学习，一步一脚印的去累积，每一次的努力，每一次的学习，都在为你的未来的幸运打基础。当你愿意承认，其实我还有很多要学的，你其实就已经站在幸运的门口了。好，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下一张牌是父子花哦。这一张牌啊，它有一种美丽跟神秘的气氛，甚至有一点点危险的讯息哦。因为父子花它是含有毒性的，它可以被用，就是如果它正确的被使用的话，它可以成为疗愈的药材。也就是说它有毒性，但它同时也可以成为药材，如果你正确的使用。那这个正是这张牌想要告诉大家哦。好，当你们在面对恐惧或是挑战的时候，你也可以把这种看似不好的毒去找到转化成变成是药，可以治愈你的一个幸运。也就是说，这张牌象征着恐惧的转化跟危机中的祝福哦。我们在生活当中啊，难免会遇到挑战跟阴影，但是这些挑战不是为了要摧毁你跟毁灭你，而是给你锻炼的力量。像这个父子花，它本身是毒药，但是又是药材。困难本身也是如此，它可以是让人跌倒的陷阱，也可以是让你们去成长的养分。这张牌的幸运的焦点来自于，其实当大家愿意直视恐惧，不逃避的话，其实恐惧会成为你力量的来源哦。有些朋友你会发现，有一些幸运它其实是隐藏在困难当中哦。这些挑战，好，你面对的挑战不会毁了你，反而会逼迫你学习新的能力。幸运会展现在让你可以有能力把危机变成转机，去建立一个反脆弱性。你被迫锻炼的技能会成为你日后成功的武器。有些朋友，如果你在健康上经历了一些就是病痛的困扰、疾病，这张牌有点暗示说，其实你会找到适合的疗法。就像这个父子花一样，它虽然带毒，它是有毒性的，但是你正确使用也可以变成药物。所以你们的幸运来自于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它可能是我听从了医生的建议跟指语展开了这个疗程，也可能是你真正的开始听从自己内心身体的需求。也就是说，困境会让大家成长。那这张牌啊，其实在你的信念啊，它也反映了很多的时候啊，大家害怕的除了事件的本身之外，还有来自于你对事情的想象。这个想象可能会让你更加的害怕，但是当你正视恐惧，它就会失去力量。当你承认你自己害怕，并且勇敢的踏出一步，宇宙其实就会用它的力量来帮助你。有些人可能想要尝试，但是很担心害怕失败，但是你行动的时候，其实你会遇到帮助你的人。有些朋友可能怕关系的破裂，因此有些事情不想要吐露，不想要坦白，但是当你愿意诚实面对的时候，有机会对方会因为你的坦诚而更靠近你，或者是说你可以因为你的坦诚而看见这个关系的真实跟真相。所以恐惧它是成长的路口，不是阻碍你们的一个好像不好的东西。在五维的层次啊，其实阴影会是你们灵魂进化的一部分。你们的灵魂能够比如说在挑战中去学会如何保持光明。你们经历了阴影，你们更加明白
光明的一个珍贵。大家你们会从灵魂的角度去明白，原来这些困境都是礼物，你们会开始理解。当你理解之后，恐惧就会转化成智慧。第二组的朋友，你的人生道路也会变得更加的清晰。好，毒中带药的父子花也提醒大家其实有些困难你不需要去经历，你其实是可以避开，你不需要去跌倒，但并不是所有的困难我们都要绕道跟逃避。有的时候你要正视这个困难，并且善用它，它才会变成你的力量。比如说有些朋友，你们生命当中会经历一些先难后易的事情，前期很辛苦，但是它很像是倒吃甘蔗，当你理解了，找到了适合你的之后呢，你就会进入到新的阶段，就会更加的认识到自己的潜能。比如说你珍惜的东西，你可以把它巩固的更加的坚实。好，再来看一下下面的动物牌卡。Dragon 龙出现咯，哇，这张牌龙代表什么呢？他这边说我们可以就是使用地球的一些内在的一个智慧盖亚之门代表说你们已经站在人生新的路口，这个真的是一个蜕变的时刻，你的幸运会在突破，你突破之后出现。龙是古老智慧的象征，它出现在这里，代表说第二组的朋友，你们已经准备好要去承接更大的力量。有些朋友你身上可能面临了一个重大的一个挑战，一个令你不安的一个事情跟事件，但这当中也有转机好，你可能准备踏入一个新的领域，或是健康上你就是需要去做一些新的计划跟安排。好，这张牌告诉你说你的幸运会透过跨越一个难关来展现，它会让你变成全新的一个角色。有些朋友你正在经历恢复期的话，幸运会透过强韧的意志展现出来，你会怎么说呢？你会得到一些相关的专业人士的帮助，同时你们也有能力去守护你所爱的人。有一种安全感，就是安全感的回归。比如说你用你的力量去守护你所爱的人，你可能觉得这是值得的，或是说你觉得身边的这个伴侣他的态度有所改变，也有可能是你勇敢的对某一些人去表达你的立场，来守护你的这段关系，让关系更加的稳固。大家你们会以守护者的姿态得到一些好运。在能量的层次龙的力量象征着突破的频率。龙是一种高频率的存在，它帮助你斩断恐惧跟限制，让大家的能量场恢复到最纯粹的状态。也就是说，现在你们抽到这张牌，因为你的能量现在正要准备跨越到更高的层次，接下来呢，你会敢于去拒绝旧有的限制性信念，你的能量场会变得更加的清晰，你也会觉得我的内在直觉变得更强了，我突然知道应该要怎么走。你会遇到一些新的人或是机会带你进入新的圈子，而这些新的连接也会开启幸运的道路。有些事情要勇敢的放手，有些不属于你旧能量，你也会勇敢的去和它说拜拜。好，在五维的层次龙它是灵魂的守护者，也是能量大门的守门人，所以你的灵魂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你不只是为了自己而努力，而是你准备好承担集体的任务。好，盖亚之门它是灵性成长的象征，你们的灵魂已经准备好去连接更高的意识，你会感觉到你是被保护的，你不再孤单。大家你们可能会对于古老的智慧典籍或是一些传统的一些这种经典，那种一种比如说很有历史文化的东西，很有深度的东西感到兴趣，或是在梦境或是冥想中接收到一些重要的讯息你理解到自己不是一个单一的个体，而是地球和宇宙连结的一部分。龙本身它也是神兽，它结合了蛇的灵活，还有老鹰的视野，老虎的力量。这些特质象征着什么？象征着全方位的守护。你们会得到全方位的守护。
你们即将跨越一个挑战，跨越一个门槛，在跨越之后，你的视野会完全不一样，你们会有所突破，你们会获得更强大的守护跟新的机遇，跨越了灵魂之门。好，大象哦，好 ，Elephant 这张牌。大象啊，脚踏实地，很缓慢，有力量的走在大地上。他的眼神很温柔，很坚定。这张牌告诉大家说，你们即将迎来的幸运跟稳固扎根还有耐力有关哦。有的时候并不是要追求快速，其实前面的牌有提到，并不是要求快，而是要以稳定的脚步来为未来奠定一些基础。还有这张牌有一种我实际的跟大自然连接，我的脚踩在土地上，我跟大自然连接，身心安定，幸运才会真正的落实。当你放慢脚步，专注的打基础，其实宇宙会回报你一些长久的可以去信任，可以去依赖，或者说可以去仰望的比较长久又可靠的这些祝福。你们的幸运会透过脚踏实地的去做一些事情来展现你坚定不移的态度会得到其他人的认可，速度呢虽然不一定很快，但未来绝对很稳固。在健康上啊，也有一些基础的健康习惯需要去注意，比如说均衡的饮食、适度的运动、规律的睡眠，幸运都会透过这些小小的累积去展现，而你的身体会在未来更加的强健。那同时啊，大象本身是一个群体意识很强的动物，也就是说，我觉得在家庭、亲情或是这种群体朋友圈中，你会得到支持你的幸运会来自于身边的人的支持，因为这是一张关于团结跟守护的牌，会有这种背后的支持的力量，灵魂家族的支持哦。好，那另外刚刚也有提醒大家，需要跟大地做连接。当你觉得自己能量比较浮躁或思绪很混乱，很容易陷入焦虑跟比较的时候，真的要去感受一下大自然大地的这种真实，让你的身体回到当下，透过深呼吸赤脚踩在土地上跟大自然接触，你会感觉能量慢慢的稳定哦。当你的能量安定，你的磁场也会更强，会吸引来的是更加可靠的人际的连结哦。好，现在啊，你们所拥有的稳定的能量，就是吸引幸运的一个好的这个磁石。当你稳定下来宇宙才有办法把他想要送你的礼物交给你，交到你的手上。那另外啊，大象啊 Elephant 它也象征着古老智慧的守护者，比如说印度的象神，它是扫除障碍之神，象征着智慧跟守护。也就是说，你们的灵魂也受到守护哦，并且你需要去经历一段过程，这段过程是你要信任宇宙的安排，你背后有灵性家族的力量，有祖先跟守护灵在支持你。那当你感到无助的时候，宇宙想要告诉你说，它会透过无形的方式让你保持稳定。你真正的力量不在于冲得很快或是一次性的爆发，而是一种长久的承受力。好，接下来看一下猫头鹰哦。猫头鹰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的眼睛很锐利啊，他很专注，他在黑暗中也能够看得很清楚，看见一切隐藏的真相哦。猫头鹰它也是跟潜意识、神秘智慧跟直觉有关，它是智慧的化身嘛，很聪明。然后它是夜晚的守护者，它不仅能够在黑暗中看得很清楚，也能够在黑暗中找到方向。也就是说，大家的幸运来自于猫头鹰的力量，来自于你有清晰的洞察力跟清晰的一个视野。好，那我觉得现在大家会需要用到一个，就是你本身的洞察力跟直觉，去看透这个事件的本质跟真相。有些东西表面虽然是很危险、很混乱的，但是只要你看穿真相，你就能够找到幸运的出口。同样的，大家如果在一片就是很混乱或是很黑暗的状态中，你也会因为你
清晰的洞察力，避开一些陷阱，甚至是找到机会。比如说有人可能在隐瞒讯息，有人表面友善，但其实内心在算计。你的洞察力会帮助你识破那些不诚实的人，就不要跟他来往，避开一些不必要的风险。同时你的洞察力也可以帮助你让你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一个机会，帮助你提前一步行动，获得优势。那另外这张牌的出现也有一个幸运是来自于你可能忽略了一些过去你身体传递给你的小讯号，或是你忽略了一些就是已经存在、已经发生的事情，但是它可能还没有就是很巨大的显现出来，它只是一个小小的讯号，过去忽略的讯号，现在你都会察觉、看见、看清楚真正的源头。当你看清楚之后呢，你就可以避免一些日后造成更大的一个问题哦。同样的，有些人在关系中可能有一些误解或是隐藏的情绪，接下来大家能够去看穿表象，理解背后的原因。当你能够用洞察力去理解你自己或是你身边的人真正的需求，其实这个矛盾它其实就能够被攻破、被化解，大家能够因为就是看穿真相，去得到一些很宝贵的智慧。因为当外在世界很混乱的时候最可靠的当然不是那些表象不是别人说的话，不是流言蜚语，而是大家自己内在的直觉。你的幸运会透过你相信直觉而展现出来。当你感觉到某件事情、某个人不对劲的时候，它就是信号。当你拥有清晰的灵感或是有一些预感的时候，你就不要忽略它，因为它是宇宙给你的指引。当别人在迷失的时候，猫头鹰的力量它能够帮助你清理掉杂音，让你的直觉的声音可以更加的明显，你能够清楚的听见来自内心深处的答案哦。同时你们也会具有那种猫头鹰一样看穿黑暗，看穿了人生的幻象，因为你们的灵魂正在学习更高的视角来理解经历。你可能会突然明白某段痛苦的经验它背后的灵性的意义，还有你可能会觉得哇，我自己有一双智慧之眼，我对于未来不再这么害怕，我对于未知的事情不再那么害怕。你可能会开启这种灵性的视野，或是梦境的讯息，或是有些朋友你会得到了很清晰的一些启发。你可以看穿谁是值得合作的，谁需要保持距离，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损失。那有些朋友你会在一些问题或是健康上找到它的根源，可以及早的去处理。这是一个新的灵魂旅程的展开。当别人还在迷失的时候，大家已经看穿陷阱，并且提前的抓住机会了。好，哇，这张牌是比较。比较是什么讯息呢？他想要告诉大家说，其实接下来你们会进入到一个满意自己的状态，看见自己的价值不需要用别人的时间表跟成就来衡量自己。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橡树它是很坚实、很厚实的，那它本身的存在是跟竹子很不一样。竹子是灵活，它是很这种柔软，但是很有韧性的，就是本身是不同的这种植物的存在，没有必要去比较。同样的，你也是你不需要跟别人比较，你跟别人就是不同，有什么好去就是相比的呢？专注在自己的人生，其实你会发现宇宙给你准备的祝福，它真的是独一无二的。很多人可能会因为觉得朋友或是同事更快的达到一个目标或职位，或是赚的更多，觉得很焦虑，或是觉得别人的起点你需要去赶上追上。但其实你的道路是不同的，你的道路会透过走你自己的专长来展现。你不需要模仿别人而是专注于可以发挥自己特色的事情上。因为在成为你这件事情上，没有人可以比得过你有些人可能就是比较恢复得快，有些人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是这没有关系你不需要勉强去
追随其他人的脚步跟方法，而是要找到更适合的方法。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哇，为什么别人的伴侣看起来更美好、更体贴，别人的家庭更幸福？但是真正的幸运在于，你要去珍惜，愿意留在你身边的人。当你停止比较，你就会看到，好，其实他有在努力，或是说你会看到他的优点。那在能量层次啊，这张牌代表心灵的释放，为什么呢？因为比较的能量常常会带来一些焦虑跟嫉妒，磁场也会变得混乱。但是当你去选择接受自己自身的独特性，当你开始欣赏自己的步调，其实你的能量场会渐渐的恢复到稳定。这样子的能量场磁场可以吸引到跟你适合的人、契合的人跟机会。这个并不是你模仿谁就能够得到的结果。你会突然明白自己已经拥有很多值得珍惜的东西，你们不再焦虑，反而更能够享受当下的旅程。大家会开始吸引志同道合又愿意帮助你的伙伴，而不是那些小人或是偷偷的想要去伤害你、跟你竞争的人。在五维的层次啊，这张牌告诉你说，灵魂本来就没有比较，只有不同的蓝图，每一种存在都有它的意义。你的灵魂选择了这条路，是因为这条路是最适合你的课程跟成长的方式。一切皆有完美的时机，你会放下焦虑，进入到跟宇宙合一的状态。幸运不是别人的，是自然而然会流向你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最后一张牌是哇，打开心门哦！这张牌作为结尾真的很棒。打开心门，有很多爱心，然后这个女生的心门打开了，然后她房子的这个窗户也打开了。好，整张牌是很温暖、很有希望的。只要你愿意敞开心房，其实你就能够接受宇宙的祝福。打开心门代表着大家的接纳，大家的信任，大家允许自己接受爱跟帮助。有时候我们会以为我们是不是在等待幸运呢？为什么我都等不到？其实是不是我们把心关上了？我们怕受伤，怕失望，所以幸运进不来。这张牌提醒大家，幸运不是你要去努力追逐的，而是你敞开你的心房之后，让幸运流入。当你愿意去接受支持跟爱的话，宇宙就会送来更多的礼物。幸运会在你愿意接受帮助的时候来到。有些朋友你可能习惯自己扛下所有的压力，现在幸运要来帮助你，会有合作的伙伴，或是有些人准备好想要去支持你。疗愈师或是医师，或是能够照顾你、能够帮助你、能够给你鼓励的人，当你愿意接受建议或者是照顾幸运会更快的到来。有的时候我们关上我们的房门，是因为我们害怕被攻击或是脆弱被看见。比如说有时候我觉得说我坦诚之后没有得到安慰，反而更多的剑拔，或是把我坦诚给你的这个脆弱的形式拿到日后变成争吵的时候攻击我的一个焦点，那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受伤呢？那现在这张牌，我觉得你们因为前面大家已经宇宙帮你把人际圈作为筛选那些想要跟你竞争或是对你有一些不好意图的人，想要利用你的人，想要从你身上得到好处的人，他们已经被筛掉了。所以现在你可以放心的去敞开心房，因为当你就是很防卫、很紧闭的时候，其实你的身体跟能量场都会变得很僵硬，你可能会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前进。但是当你选择打开心门的时候，能量会重新的流动。这张牌提醒你，幸运会透过允许自己去接受而展现出来。当你相信自己值得被爱，你就会吸引更多善意的人靠近你，你们的能量场也会变得柔和，你会开始感觉到心中的压力减轻，因为你不再跟世界是隔绝的。在无为的层次这张牌象征着灵魂的臣服跟爱的流动。你的灵魂来到这个世间，常常因为受伤而筑起高墙，但是在灵性的角度，墙它能够真正的保护你吗？可能并不能够，
你觉得你自己把自己武装得很好，那事实上是这样子吗？可以隔绝所有的就是伤害吗？还是隔绝到了爱呢？当你打开心门，你不只可以接受到人的爱，还能够接受到宇宙无条件的爱。你会开始相信一切的发生都是为了爱的展现。你会明白你跟你自己，你跟宇宙之间其实本来就没有分离哦。好，这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这边有被体系的能量，还有被爱跟被理解的能量，被深深拥抱的能量，你们绝对不是孤单的。你们会得到无条件的爱的这种体验。好，当你愿意打开门，其实幸运它在外面等着你。当你筑起高墙的时候，你可能可以暂时保护自己，可是它会永久的隔绝爱。所以说想要告诉你说，把心门打开，好，适时的把你的心门打开。以上呢就是有关于第二组朋友，你们今天呢所有的讯息了，非常棒的一组牌哦，有很多很深的含义哦。那最后也提醒大家哦，米娅的12堂塔罗课程已经完全上架完毕了。那如果想要学习塔罗占卜或是这种灵性道路啊、显化法则啊一些灵性的概念的话，都非常欢迎加入这堂课，因为米娅很用心的在准备跟录制这堂课，我希望可以在学习的道路上一起陪伴，一起成长。好，我们下支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3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们的牌卡哦。首先呢，你们的主能量 Love for All， 好，哇，感觉到很多很多的爱的能量哦。牌面上是一棵巨大古老的树，它的树干蜿蜒，上面花朵绽放，整棵树呢很像是一个温柔的守护者，而且它的周围还挂满了一盏一盏小小的灯火，它很像是无数颗星星照亮黑夜。这个画面是什么？这个画面就是大家哦，我觉得你们很像是这棵树，这些灯光啊，就是你曾经对这个世界散发的播下的一些爱跟善意哦。我觉得你们是愿意付出的人，别人在需要帮忙的时候，可能常常会想到你，你身边有人受伤了、难过了，你的朋友被欺负了，你可能会很心疼。那在家人，有些朋友你很愿意付出，甚至有时候会把自己的需要放在后面，因为你想要照顾你的家人。但是在心里啊，你可能忍不住会想问，为什么我这么在意别人，却没有人像我在意他们一样在意我？为什么我付出那么多，最后还是感觉到孤单呢？有时候你可能会在心里怀疑，是不是自己不值得被爱，或者是觉得自己很像是一个透明人，别人只有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才会想到你。但是这张牌要给你的第一个好消息就是，你的爱没有一分一毫被浪费，他们都被宇宙记录下来哦。就像牌面上的灯光，每一盏灯都代表你曾经播下的善意。虽然当下可能没有人立即的回应，但是这些光依然会在黑夜里点亮，最后呢，它会汇集成祝福，回到第3组朋友你们的生命当中哦。好，在3维的层次里，我们常常会把爱当作是一个等价交换，就是说，我付出多少，我就期望我要得到多少，这样子的心态，一旦没有成真的话，很容易让你失望。在4维的层面，在能量的层面，爱是一种流动，就像种子埋在土里一样，虽然暂时看不到它发芽，但是时机成熟的时候，它还是会发芽的。所以，你们的善意正在悄悄的转化成新的祝福。到了5维哦，
大家进入到更高的灵魂视野。其实第三组的朋友，你会发现爱本来就不是用来计算的，你就是爱的源头，你就是存在本身，你的存在就能够照亮别人的世界。当你带着这样子的频率生活的时候，宇宙会为你吸引而来更多同频的人，他们会真心的支持你跟理解你。接下来呢，我觉得第三组的朋友，你可能会开始遇到一些缘分，或是已经在发展的缘分，可能是一个终于懂你的人走到你的生命中，成为你身边真正的依靠，也可能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让你感受到你终于被看见了。你们不再只是拼命付出的那个人，而是在关系中能够得到回馈，得到温暖。好，我觉得这张牌啊，很像是一棵开满花的果树，春天的时候你们付出能量去照顾它，可能没有人注意，但是到了秋天，果实自然而然会成熟，芬芳会吸引很多人前来。大家你们的爱也是如此，现在就很像是在收获时刻的那个前夕，你播下的每一份善意都会在最适合的时候回来照亮你。好，来看一下第二张牌 The Downward Pace。 好，下行之路哦。这张牌啊，画面上我们看到深红色的布幕，它很像是从天而降的长河，把整个空间都笼罩起来。上方啊，还有一缕金色的光哦，它穿透了这个厚重的这个红色的布幕，最后啊，洒在水面上。整个画面其实是很震撼，也很神秘的，让人有一种好像在经历下降的感觉，但是同时也透露出一些希望的火花。这张牌出现呢，我觉得很多的朋友你会觉得你的生命中经历这样子的失速的时刻，好像是你觉得你在下坠，你觉得你可能有一些失衡，关系里的失衡，或者是有些朋友你觉得好像找不到出口，就是有一些有些地方就是已经用尽方法了，但是好像不是那么顺遂。又或者回到你自己的内心，有些朋友你容易感觉到焦虑、疲惫，觉得自己好像回不到某一个曾经拥有的顶峰的巅峰的能量状态。可能你会觉得，为什么我现在会在这里？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这些状态啊，宇宙想要告诉你一个灵性的真相。这个下行之路，它不是失败，它只是宇宙让你放下的过程。为什么呢？就像种子，它必须要先埋进黑暗的泥土，才能够真正的发芽。你现在感受到的低落，其实是灵魂在重新调整你的方向。那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朋友你现在面对实际的压力，钱不够用啊，人际关系紧张，目标卡住，或是健康修复的议题等等的，这些都让你觉得往下掉，但这只是外在世界的一个映射。好，在思维的层次，它是一个能量转化的过程。你们正在学习如何放下对控制的执着，如何接受不是所有事情都是要靠自己硬撑的这个概念有时候你需要允许自己软弱，允许自己放下，允许自己跌落，因为在这个跌倒跌落之中，你才会被推向到另外一条新的道路。在五维的灵魂的讯息里，这张牌提醒你下行之路它其实是灵魂的进化。当旧的能量被清理之后，你才能够进入到更高的状态。所以大家并不是实际的好像下坠，而是它很像是潜水，你必须先下潜到深处，然后你才能够带着珍珠重返水面。所以呢，你现在的下降其实是为了下一次更大的上升。你会发现过去困住你的东西正在慢慢的松动，那些失去的其实是宇宙在帮你清理掉不适合的部分。为什么呢？因为要让你迎来更契合你灵魂的礼物。所以现在这个
比如说有一点缓慢啊、失速啊，或者你觉得停滞，这些都不是堕落的过程，它是灵魂的潜水。当你回到水面的时候，你会带回最珍贵的珍珠。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哦。这张牌是 Reincarnation， 轮回、转世轮回哦。这张牌的画面很震撼，大家可以看到满地的落叶，红叶、黄叶，各种颜色的落叶，它很像是盛大的秋季的庆典。金色的光从远方洒下，照在一个模糊的身影上。这是一个半透明的灵魂，静静地站在一个小孩的背后。这个小孩低着头，他走在他生命的道路上，而他背后的这个半透明的灵魂就像守护者一样，默默的跟随，默默的陪伴。好，这张图像，这张卡牌要给大家第一个讯息就是循环。什么是循环呢？叶子会落下，但是新芽会再生，旧的会结束，而新的开始也会跟着到来。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也是一种灵魂的提醒。没有什么是真正的结束，一切都只是阶段性的一个转换。好，大家抽到这张牌哦，可能是你最近经历了一段失落或结束的一个历程哦，也许是一段关系走到了尽头，你却很难放下。也许是某一个你很努力的计划，却在最后一刻被迫中断，或者是说，你心里一直有一种说不出口的感觉。为什么同样的场景、同样的问题、同样的议题，一次又一次出现在我的生命？你可能觉得我好像绕了好大一大圈，很长很长的路，之后又回到同样的状况，又要从零开始。好，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正在面临一种重复性的人生的课题，可能是反复的工作的压力、情感的模式，或者是反复出现的自我怀疑等等的反复出现的某一种议题，这些重复会让你觉得很疲惫，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永远走不出去。好，那在能量的层次啊，这张牌想要告诉你说，这些重复它并不是惩罚，而是灵魂要你看清楚，你有哪些未被完成的功课。也许是你在人际关系里一直学不会设好界限，也许是你在金钱的议题上总是卡在匮乏的恐惧，也许你在自我价值上还需要更多的接纳。当这些课题一次又一次的回到你身边，其实是宇宙在提醒你，哪里还有东西需要被疗愈。在五维的灵魂的境界，轮回它不再只是痛苦的重复，它是一种灵魂进化的契约。你会发现，所谓的轮回啊，它不只是上一世跟这一世的连接，而是在你这一生可能会不断的经历各种的小小的，好像毁灭与重生，失败与重生，每一次的失败都是在为你下一次的蜕变做准备。它很像是秋天的落叶，它凋零了，但是这些落叶腐化之后啊，会成为土地的养分，这个土地会变得更加的肥沃，它可以为下一次春天来临、花朵绽放做准备，提供花朵做养分。所以你们现在觉得的重复跟结束，其实正在推动你走向全新的开始。你的灵魂已经准备好了，你不再只是被困在过去的某个模式中，而是你要带着过往的智慧重新站起来。接下来大家你会发现自己在某些选择上更加的清晰了，你不会像以前一样迷惘，你们会遇到新的机会、新的关系，甚至是新的自己。每一次的结束，它其实都是灵魂的重生。你们绝对不是在原地打转而已，而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走向全新的自己。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卡。阳月力量，哇，这张牌非常的有力量感哦。背景啊是鲜红的这个橘红色的天空，很鲜明哦。上方我们看见了太阳跟我们的月亮，象征着阴跟阳并存。中间我们看见彩虹的光桥，它是能量的拱门，在拱门下方啊有一个人静静的坐在山丘上，他的背后是月亮，
前面是太阳，所以整张牌在讲什么？其实大家你们的内在现在正在寻找一个平衡，你们的内在也在蕴藏一股很巨大的，然后还没有被你完全去启动跟运用的能量哦。有些朋友啊，你会有这张牌，可能是因为你们正在面临某一种极端的拉扯，比如说你在白天可能要拼命的工作，晚上又陷入某一种深深的空虚或是焦虑，也有可能是你在感情里一方面很渴望被理解，但一方面又害怕受伤，又或者说大家可能心里常常会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不定，想要坚强又觉得自己脆弱，想要冲刺又觉得想要逃跑或是退缩。所以这个很像是同时活在太阳跟月亮的能量里，就是有一种矛盾的能量啊。所以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可能处于一个失衡的状态，也许是你过度追求外在的成功而忽略了自己内心的需求，或者是另外一种相反的极端，比如说你过于沉浸在你的情绪跟想象里，你没有办法把你的情绪跟想象好像安定下来，以至于在现实生活中你没有办法实际的去落实跟行动。所以这种失衡呢，会让你觉得很累，好像无论怎么努力都找不到一个真正的安定。在思维的层次中，这张牌提醒大家，其实你内在的阳性的力量，你的行动、你的突破、你的坚定，还有你内在的阴性的能量，正在寻求某一种融合。这种矛盾它不是错误，而是灵魂的邀请。他想要让你去学会，同时允许自己既可以强大也可以柔软，既可以承担责任也可以好好休息，既能够追寻你的梦想也能够在当下好好的活着，就是同时允许两股不同力量的存在，这也是一个能量整合的过程。好，到了五维的灵魂层次，这张牌带来的讯息更深了。大家如果你们到了五维的层次，这张牌会告诉你说，你本身就是宇宙阴阳的缩影，太阳跟月亮不再是对立，而是完整的两面。当你真正明白这一点，你会发现自己不需要再分裂，不需要再纠结说我到底要怎么走，到底要成为哪一种人，因为你会知道力量从来不是来自于极端，而是来自于统合。当你把阳跟月，太阳跟月亮，刚跟柔，动和静融合的时候，你就会打开一个全新的能量场，吸引到跟你频率一致的人事物。所以我觉得第三组的朋友，你们的内在力量正在被唤醒，接下来的日子你们会更清楚的感受到，你的直觉绝对会变得更加的敏锐，行动也会更加的有方向，不再像以前一样消耗在拉扯跟内耗之中，反而是能够把力量、能量稳稳的放在重要的事情上。对你来说呢，这可能意味着新的工作机会、新的人际连结，或者是找到一种更自在的生活的方式。真正的力量就在你心里，就在于太阳跟月亮的统合。当你同时拥抱刚强跟柔软，其实你就是无敌的。所以你们并不需要选择某一个极端哦。好，接下来对月嚎叫，处理你的情绪。这张牌一样很震撼哦，有两只狼站在山丘上，对着高挂的满月长嚎，然后天空很漆黑，但是月亮的光泽非常的明亮，照映着大地哦。底部有红色的花跟骷髅头。所以整张牌象征着某一种压抑的情感、痛苦，甚至创伤，他们正在等待被释放。我觉得这张牌很像是一面镜子，可能映照出很多人心里很真实，却常常被隐藏起来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我觉得有些朋友，你们真的面临一个情绪压力的边缘了。你一直在忍耐，你一直在对人微笑，你一直在努力撑住，但你的内心真的委屈，累积了很多的委屈跟不满哦。你可能把这些愤怒、委屈、不满、悲伤都藏起来，不想要让别人看见，因为你怕被误解，或是怕被认为太脆弱。但是其实这些情绪并没有消失，它只是暂时的被压抑在心底。好，每一个没有被表达出来的情绪，它很像是你心里这个情绪
账户里面的债务。当这些情绪的债务累积越来越多的时候，它最后会以一个更剧烈的方式爆发出来。比如说呢，你会不会觉得你最近很容易觉得累，很容易烦躁，很容易发脾气，甚至因为被小事触动？这个就是情绪在提醒你说你该释放了。你可能正在承受很多别人看不见的压力，就像那2只狼，它虽然看起来外表很凶狠，但这个嚎叫啊，它其实是释放孤独跟压力的方式。所以你的情绪并不是错的，它是一个求救的讯号。这张牌提醒你说，情绪是一种能量，它需要被流动，而不是被堵塞。当你允许自己哭一场，允许自己生气，允许自己诚实的说出我不舒服的时候，你的灵魂其实就在进行自我疗愈。这个并不是软弱，而是一种勇气。好，那在5维的层次啊，这张牌带来一种更高度的理解哦。为什么呢？你们的情绪其实是宇宙正在帮你清理能量场，那些不舒服的感受就是旧有模式的瓦解。当大家可以勇敢的面对它，释放它的话，你们就能够迎来一个更高频率的自己。就像这个嚎叫的狼啊，它会获得群体狼群的回应跟支持，你的灵魂也会因为你真诚的表达而吸引而来真正理解你的人。你们并不需要孤单的承受。当你诚实的表达自己，你会发现有些人他其实比你想象的更能够接住你，而且情绪的释放也会为大家带来新的能量，你会变得更轻盈，甚至更有创造力。那些原本压着你让你前进很困难的重担也会一点一点的被卸下。你的情绪啊，很像是一个好像被堵塞很久的水坝，当水流被堵塞太久，这个压力就会越积越大。你需要打开一个小小的出口，让水流恢复流动。当你允许你的情绪开始流动，你的生命也会恢复到自然的节奏。你的情绪不是弱点，而是灵魂在告诉你说，好，现在要放手了，要释放了，我们要重获自由了。好，下一张牌，界限。好，我们看到巨大的月亮挂在夜空中哦，两边呢有盈亏变化的弦乐，它好像在提醒我们说，生命啊永远都处于变化跟循环当中。月亮下方啊是蓝色起伏的沙丘，然后有3个人影正在向远方走去，他们走在同一条路上，但是每一个人都保持着自己的距离，不重叠也不侵犯彼此。这张牌在提醒大家，现在的你必须学会设立属于你自己的界限，因为有时候你觉得很累，是因为你承受了太多不属于你的能量或事情。可能别人的要求明明超出你的能力，你却不好意思拒绝。某些关系你觉得被消耗，但是你又不敢离开。也有可能你习惯去照顾别人的情绪，照顾别人的需要，却很少照顾自己。这样长久下来啊，你会不会觉得某部分的你自己好像在消失哦？你的边界模糊了，甚至分不清楚哪些是真正的需求，哪些只是被迫去执行的责任。好，很多朋友你很常把自己放在最后，你习惯成全别人，但是你却忘记保护自己，结果你心里可能堆积了很多的无力感，甚至觉得你自己被利用了。这张牌的能量就是要告诉你说，界限是必要的，它不是冷漠，它是一个健康的能量管理。当你画出界限，你不是拒绝爱哦，而是让爱可以更加纯粹的流动。就像那3个走在沙丘上的人，大家有看到吗？他们并不是彼此隔绝，而是彼此保持各自的空间，这样子他们才可以同行走得更远。所以大家开始需要去练习哦，勇敢的说不，勇敢的停止那些消耗你的互动，这样真正属于你的能量才会回到你的身上。
到了五维的层次啊，我觉得界限更像是一种频率的选择。当你明白你自己是独立又完整的灵魂，你就不需要透过牺牲自己来换取存在感。相反的，你会吸引到那些跟你频率相同、真正尊重你的人。这些人不会因为你设界限而离开，而是会更加欣赏你自己的清晰跟真实。大家一旦开始设立界限之后啊，你会发现生命当中的轻盈感逐渐回来，那些让你疲惫的人事物自然而然的会被远离，或是被宇宙驱逐出境。新的支持、新的温暖跟理解会开始进入到你的生命哦。宇宙不会因为你拒绝了错的人就不给你新的机会，反而会在这个空间里为你送来对的人、对的机会。好。我觉得界限呢，很像是花园的围篱。如果没有这个围篱哦，外在的一些杂草或野兽会轻易的进来破坏你心里的花园。当这个围篱设好，你的心灵的花园，你这个秘密花园，不但能够安心的绽放，还会吸引而来真正懂得欣赏花香的人。你的心就是这一座秘密的花园。所以界限它不是墙，而是让真正的爱能够进得来，并且能够留得住哦。好，这张牌是绽放，这张牌充满了生命力。哇，我们看到小猫咪有蝴蝶的翅膀，然后中间呢有一朵一朵盛开的花哦，花瓣层层的展开，非常的美丽。好，这个是说什么呢？当大家勇敢的释放过去的压抑，当大家学会设立界限之后，真正的你要迎来绽放的时刻了。可能你曾经羡慕过别人，他们看起来好像比我更顺利、更被看见，或是有一些人，你觉得说他明明做出一些违背道德的事情，或是一些你觉得不是这么好的行为，但是最后却获得很好的结果，或是感觉也没有什么报应，还是过得非常的好，光鲜亮丽这样子。或是有些朋友可能会怀疑说，那我自己呢？我自己什么时候才能看见成果呢？宇宙想要告诉你说，经历了这段时间哦，你的灵魂已经被孕育好了，你准备好要展现出最美的模样，因为你曾经熬过很多低潮，很多的孤单啊，你这些等待，这些努力，终于要开花结果了。接下来大家会迎来一个突破口，新的机会，新的合作，新的支持，新的关系，这些都是让你生命可以绽放的开始。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甜甜的好消息，让你接收到的时候会觉得哇，你是一个很自由自在，可以舒展跟绽放的灵魂。那这张牌代表了心灵上的打开，这在说什么呢？有些朋友过去可能因为害怕受伤，所以就把自己说得很小很小，不敢全然的真实的去表达自己。这张牌提醒大家你现在可以真实的展开你美丽的花瓣，因为宇宙正在安排那些懂得去欣赏你的人事物的人来靠近你。你可以真诚的展现自己，你会发现你不需要再假装，不需要再压抑，你会因为你的真实而被爱，而被接纳。好，那到了五维啊，它要传递的讯息就更深了。如果大家进入到五维的层次，你会发现绽放并不是为了要让谁去看见，而是因为你本来就值得绽放。就像一朵花哦，它绽放的时候，它会不会去想说到底有没有人来看到我的美？它不会担心没有人欣赏就选择不开花，它就是单纯的开花，单纯的散发香气。你们的灵魂也是如此哦，当你们愿意全然的绽放，你就会成为光的频率，吸引而来的都是跟你共振的美好的灵魂。我觉得这张牌很像是春天哦。第三组的朋友，抱歉，你们走过了严冬，走过了冷冽，你们走过了黑暗跟孤寂哦，那些很多个曾经你觉得永远都不会好起来的那些时刻都已经过去了。现在春天来了，花开了，
你们就是那一朵正在绽放的花，你们的生命会迎来明显的上升期，你会遇到贵人，你会遇到懂你的人，你会被看见，你会迎来一个突破性的成果。这个并不是只是一个生活上单纯的转变，而是一种灵魂的觉醒，也会带来物质上的丰盛跟满足。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下面的牌哦。好，这张牌呢是秋天。好，这张牌的画面呢，有看到好可爱的小猫咪哦，它好像躺在水面上，它有美人鱼的这个尾巴哦，然后漂浮在水面上的感觉。水面呢有很多的枫叶，它是一片红色枫叶的海洋。然后这只白色的小猫眼睛很明亮，它的眼神很好奇，它非常舒服的窝在这些叶子当中哦，它享受着季节更替带来的温柔跟静谧。好，这张牌呢代表什么呢？秋天是收获跟整理的时刻，也就是说啊，好，现在大家会需要停下来，好好的去使用、跟欣赏、跟享受你过去累积下来的果实哦。过去啊，如果你常常追着未来跑的话，现在我觉得它是一个停下来感受，或者说停下来享受、欣赏、停下来感恩的这个时刻。好，在秋天当中啊，你也有一些东西是需要放下的，就像树叶会在秋天飘落，让树木去迎接新的轮回。我觉得大家也会在生命中去放下一些不需要的关系、想法跟执念。这个过程可能会有带有一点不舍跟不安，但它却是必要的，因为它会帮助你走向下一个阶段。好，那这一组的朋友啊，在物质上大家会迎来一个丰收跟丰盛。那相同的，我觉得有些朋友你是需要去做一些切割，某一些紧紧抓住不放的东西。好，你可能因为害怕失去而紧紧抓住不放，可是这个阶段的你，可能你已经不再需要，或者说它对你已经没有帮助、没有益处，甚至是有害的。它可能是一个物质，或者可能是某一段关系，或是某一个身份，可能你必须要勇敢的去结束或是改变。虽然心里很痛，但你知道这个是必要的过程，因为你接下来要迎来下一次的蜕变。你会逐渐开始理解，失去其实是另外一种交换。因为刚刚说过，叶子掉落，它的养分会回落到大地，在新的一年会开出新的芽。所以生命当中有一些人，他是好像你的过客，或是他会来跟你相遇，然后离开，跟你告别。这是为了要让你腾出空间去迎接更适合你的能量。在我的层次，大家会体会到一种深层的安心哦，没有什么是真正的离别跟失去，一切都只是能量的转化。就像灵魂在不同的阶段中经历轮回，其实每一次的相遇跟离别，都是灵魂契约的一部分。大家会发现当你用无为的眼光看待生命，某一些人事物，即使他已经不再陪你前行了，但是他们留下来的爱跟经验，仍然会成为你灵魂花园的一部分。然后我觉得最棒的是你们会迎接新的收获，因为秋天就是收获的季节，你过去所努力的一切，在这个阶段中会陆续的展现成果，你会有一种久违的释然，心里的重担慢慢卸下来，你可以更加的轻盈，更加的自由了。我觉得大家可以享受到关于所有的物质的丰盛的体验，你以前期待的想要的东西你都会拥有，甚至是有那种提早达标的能量。你可能本来给自己设定的这个退休的金额是到多少钱，没有想到现在不仅达到了，而且比原本的金额还要更多，有这样子的能量，你们会赢得丰收。同时在这个丰收中我也会有一种，就这张牌有一种感恩的能量，大家会感恩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好，
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3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恭喜第3组朋友你们的大丰收。好，最后啊，也提醒大家，米娅的22堂塔罗课程已经完全上架完毕了。如果你对于塔罗牌、显化法则或是灵性学习有意义的朋友，都欢迎加入米娅精心录制的一个课程，内容很丰富，我们可以在灵性学习的道路上一起陪伴，一起成长。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拜。